了给妻子治病，几乎倾家荡产，而妻子却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男人动起了杀心，他把妻子放到箱子里，箱子太小，塞不下妻子。男人回头一看，拿来一把锯子，按动开关，开始肢解妻子。锯下去的瞬间，妻子突然尖叫起来，男人捂住妻子的嘴，结果直接锯掉妻子的一半脸，吓得男人扔掉锯子。不到1秒，男人又拿起锯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狠心送妻子上路。故事还得从一个女孩去停尸房应聘工作说起。女孩名叫萨姆，因为看到停尸房门口有征聘信息，想都没想就来了。而停尸房的管理员是一个老头，负责管理停尸房的一切。他已经独自生活了许多年，他并不排斥眼前这个小女孩，因为她老了，这间停尸房也需要有人继承。自萨姆来到停尸房，就对这个年代悠久的地方感到十分好奇。老头也很乐意给他讲述停尸房里每具尸体背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也由此展开。时间回到50年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漂亮优雅的女人。谁也没有想到，迷人的外表下有一颗贪婪的心。女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偷，凭借优异的外貌混进了一场聚会，凭借着矫健的身手，她轻松收获了财物。他来到卫生间，熟练把偷来的钱从钱包中拿出，并把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收入囊中。看来女人今天颇有收获，对着镜子满意笑了笑。就在女人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感觉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女人尝试拉开柜子，奈何柜门拉不开。只见女人从身上掏出一把小刀，撬动起来，终于打开了柜门。但女人一不小心划伤了手指，可就在她转身拿纸时，柜门再次被关上。女人不甘心，再次拼命打开柜子。然而当她打开的一瞬间，却被柜子里一只长满触手的怪物吓得惊叫连连。女人赶紧把柜门关上，然而还是晚了。怪物使劲砸着柜门，女人拼命抵挡。见怪物没了动静，女人尝试离开卫生间，小心翼翼走了几步，怀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女人回头一看，怪物伸出无数藤条，将女人拽了回去。女人惨叫，直至被怪物吞噬。这个女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洗手间。第一个故事完。萨姆嘴角一歪，觉得故事太简单了，没有主题，也没有反转，什么玩意儿？老头一听，知道萨姆并不满意，又给萨姆讲了一个更有趣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发生在60年代，主角名叫杰克，是一个帅气的大学生。杰克正在做女权演讲，同时还给每个路过的女生发放免费的小雨伞。但事实上，他并不关心女权，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骗取学妹的崇拜，好约他们参加亲师排队罢了。很快，凭借出色的口才和还算帅气的外表，他轻松撩到了一个腼腆的女孩小美，并邀请小美参加学校的派对。小美没有直接回答他。派对举办的这一天，小美还是准时到场。杰克从人群中一眼就相中了小美，他把小美带到卧室，结果发现小美并不像白天那样文静，反而反客为主，让杰克这个情场老手都难以招架。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这时，小美冷不丁说了一句：“Haven't you heard about all those missing guys?” 原来他们学校最近一直有人莫名其妙失踪，杰克根本不关心谁失踪了。小美又继续说道 ：“I could be the serial killer.” 杰克也被小美的这句话吓到了，他不确定问了句：“你是吗？”可冲动还是战胜了理智。二人度过了一个不可言说的夜晚。到了第二天，醒来的杰克发现小美已经离开，并在镜子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但对于杰克这样的渣男来说，吊死在一棵树上从来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擦掉了镜子上的留言，殊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比死还痛苦的折磨。这个男人因为在和一个女人暧昧时没有做好安全措施，结果怀上了孩子。杰克的肚子开始疼起来，在剧烈的折磨下，他跑去找医院做检查，但在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杰克怀孕了。杰克自然不相信这种荒谬的结论，但随着肚子的不断变大，杰克也不得不选择接受事实。他找到小美，希望小美能够负起责任。小美却说：“这都是因为你没戴安全帽。”此时杰克的肚子已经成了一个球，痛不欲生。而小美的父母则驾轻就熟地将餐桌变成了手术台，要当场帮杰克接生。小美母亲让他深呼吸，杰克咬紧牙关，肚子上布满了青筋，里面的孩子还在动弹。杰克感受到了无比的疼痛，整个过程与女性生孩子别无二致。杰克想知道孩子从哪里出来，小美父亲告诉他，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出来，但她毕竟不是女人，她肚子里的婴儿无法正常出生。随着杰克的一声惨叫，一滩血溅在墙上，杰克的下体直接被撑爆。母亲从杰克肚子里抱出一个孩子，而杰克则一命呜呼，为自己没有做安全措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小美的母亲将婴儿抱上阁楼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第二个故事完，
听完了这个故事，萨姆非常满意，评价这个故事浪漫、有悬念、有恐怖和社会评论，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得到肯定的老头心情愉悦，但萨姆还想听更有意思的故事。老头让他等等，会给他一个惊喜，并且警告他不要随便动这里的东西。老头一走，萨姆就被一个箱子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去。他靠近箱子，仔细一听，下一秒箱子晃动起来。萨姆低头一看，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正困惑的时候，老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开始讲述第3个故事，顺便把萨姆带到地下室。一具尸体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告诉萨姆，每具尸体都有一个故事，比如眼前这具尸体。早在70年代，这个女人和丈夫十分恩爱，两人庄严地在神父面前宣誓他们将彼此忠贞，至死不渝。当他们交换戒指后，教堂里突然狂风大作，女人突然变成了一副鬼脸模样，冲着男人大声尖叫。猛然惊醒的男人长舒了一口气，刚刚他做了一场噩梦。在现实中，两人已经结婚多年，但女人在一次旅游中受了重伤，变成了植物人，只能天天躺在床上。为了照顾瘫痪的妻子，男人终日待在家中，不再有任何能够享乐的自由时光。但是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并不能够唤醒妻子，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也早已令男人感到厌烦。他打心底里期望妻子能够早日离开人世，但是医生的检查结果表明，妻子还能继续这样生存很长时间。医生看了眼前了无生趣的丈夫，对他说，有一种新型止痛药能够不留痕迹地杀死妻子。早已想摆脱的男人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当晚，他帮妻子换上了美丽的裙子，还精心制作了晚餐，然后亲手将止痛药喂到了妻子的嘴里。喂完食物的时候，妻子突然伸手抓紧男人，男人震惊，难道妻子的病好了？可下一秒，妻子浑身颤抖起来，男人抱紧妻子一上一下，把妻子咽下去的食物摇了出来。妻子吐完食物，果然没事了。就在男人转身平复心情的时候，却不小心将妻子的脑袋磕到了桌上。男人扶起妻子，妻子额头被利器刺穿，男人被妻子的模样惊吓到，将妻子的头扔了下去，妻子当场去世。男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妻子截肢塞进箱子里，准备抛尸海里。在按下电梯的时候，正好有人出来，男人担心被拆穿，赶紧按下按钮，外面人的手直接被电梯截肢。电梯里的男人很快得到了报应，他被困在电梯里出不去，用尽全力也没有办法将电梯掰开。男人崩溃至极，他低头一看，箱子里的血已经渗了出来。男人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企图扒开天花板，一个没注意从箱子上摔了下去，倒在血泊中。他艰难起身，摘下戒指扔在一旁，悔恨这段婚姻给他带来的不幸。此时箱子里发出了悲鸣的声音，箱子的锁突然被打开，男人惊恐地看向箱子，电梯却不受控制上下移动。男人也看到了自己与妻子的过往，下一秒他的身体就莫名其妙漂浮起来，而妻子也从箱子里缓缓爬了出来，和男人紧紧相拥。这个女孩听完老头的恐怖故事后摇了摇头，她说，老头讲的故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恶有恶报。萨姆不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恶有恶报，老头没有同萨姆辩论，而是带着他来到了焚尸炉前。这里面装着今天他所举行的葬礼的主角，是一个小男孩。就在这时，萨姆拦住了老头，说他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小男孩，而发生在这个小男孩身上的故事就能够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有恶报。这次轮到萨姆讲故事了。这天，萨姆在家里转悠，转身就看到头部正在流血的男人，他一眼就看出对方是通缉犯。萨姆强装淡定来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正转身的瞬间，萨姆对上男人吓人的脸，手中的菜刀也被吓得掉在地上。男人一步步向萨姆靠近，萨姆拿起男人的手直接放在搅拌机里，瞬间男人的手被搅拌成稀泥。萨姆接着给了男人一拳，男人痛苦挣扎着，萨姆拿起利器继续补刀，被男人一脚踹在地上。男人终于把手从搅拌机里拯救出来，爬起身的萨姆顺手拿起刀冲向男人，幸好男人跟前有一块砧板，尖锐的刀锋和男人眼珠子的距离不到几毫米，男人把砧板使劲砸向萨姆，萨姆当场晕厥过去。男人慌慌张张接起电话，萨姆又趁虚而入，跳到男人背上和男人厮打在一起。男人因为力气占了上风，把萨姆狠狠甩在地上。萨姆凭借顽强的毅力又站了起来，他拿起钩子冲上楼梯，和男人又厮打在一起。萨姆还是落了下风，被男人一拳又一拳暴揍。就在男人准备了结萨姆的时候，萨姆告诉男人，你不是杀人犯。原来男人之所以那么疯狂，就是因为最近连续出现了好几起孩子失踪的案件，因此嫌疑人也被称作儿童保姆，而男人也被警方误以为是杀人犯。他东躲西藏，误闯入萨姆的雇主家，萨姆给这家人当保姆，奈何被萨姆当成了杀人犯，最后也因为萨姆的一句你不是杀人犯破防。就在这个时候，男人被萨姆一把推下楼梯，萨姆还不忘补刀，拿起电视机朝男人身上砸了下去，男人的脸被砸得稀巴烂。
这个时候，房子的主人回来了。此刻的萨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房子的主人则在烤箱里发现了自己的孩子。这是第4个故事，也是萨姆的故事。他根本就不是来应聘工作的，只是为了找到男孩的尸体，然后取走男孩的牙齿作为战利品，因为他才是那个杀害儿童的变态。老头也看穿了萨姆的来意，萨姆拿出匕首取下战利品，为了掩人耳目，萨姆一刀捅在老头肚子上，但老头似乎有某种魔力，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将萨姆困在停尸房，无论如何都逃不出这栋房子。迷迷糊糊中，他来到了图书室，偌大的图书室不见老头的人影，却听到老头狂傲的笑声。老头告诉萨姆，他曾经和萨姆一样为所欲为，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结果他也来到了停尸房，成了这里的管理员。现在轮到萨姆了。只见一只怪物从书中钻了出来，将萨姆生吞活剥。萨姆惨绝人寰的叫声回荡在偌大的图书馆里，结束了他作恶多端的一生。老人把萨姆的尸体做成标本后，打开停尸房的大门，来到屋外，身体被阳光烤成灰烬。萨姆突然醒来，原来老头又救活了他，让他成为了停尸房的接班人，等待他的将是无尽漫长的岁月。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相信恶有恶报吗？下期再见，拜拜。